Time. Ready. Fight. Round one。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国顶级综合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金腰带之夜的比赛现场，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。我是评论员雨晨，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，欢迎。 大家好，蓝方选手毕德利亚是挑战者，红方选手荣主是卫冕冠军。是，两位毕德利亚蒙古族，绰号牧马人，真的是小时候在草原上跟马摔跤啊。而他的对手，目前武林龙中队现役的轻量级金腰带荣主，则是藏族的一位运动员，绰号小阎罗。这是在整个轻量级这个级别当中都非常有实力的两位运动员。荣主和毕德利亚。 差了2岁，毕德利亚是22岁，年长2岁。对，而在身高臂展上，毕德利亚身高3公分的优势，臂展1公分的优势，可谓是旗鼓相当啊。一上来这个毕德利亚占据了笼子的中心啊，利用自己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，不停的发起进攻。确实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结构上来看，毕德利亚要高不少啊。是，连续的一组进攻的一组组合拳，但是荣主防守端做得不错。 一上来，荣主没有太多的进攻，是几头击斧，毕德利亚显得非常的放松啊。对，一上来就是剑拔弩张啊。荣主显得更为轻松一些。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心理压力应该会略大一些。对，后手直接打中，这是他的卫冕战啊。对，还是在做试探。 毕德利亚呢是这个战力出身，但是这个摔跤手，就是小时候也练过摔跤，因为蒙古族的运动员嘛。而这个荣主这边的话就是连续的左右轮摆，漂亮，连续轮摆，这2下击斧给的不错。对，对于这个直接抱单腿到地面。好，毕德利亚现在想拿个断头。一上来这个荣主是没有基本上没有出任何的这个拳。是。 然后直接进到了这个地面，是，然后荣主现在可以做个万福禄，但是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胯部能够太过前顶的话，应该是拿不到。毕德利亚现在手没有搭扣，转出来，到南北换了一个方向，荣主现在在侧身位压制毕德利亚。是的，这边在侧压，毕德利亚呢这边。 想要把腿给拉过来，是，但这样的动作没有太大的作用啊。对，还是要去勾对手的腿。好，现在到了侧位，依然去压对手。荣主这场比赛应该是做好了5回合的准备啊，就看他的对手毕德利亚这场比赛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战术布置。这边顶膝盖，荣主在半防的位置一点不着急。是。 看上去是想要慢慢打，对，第1回合在中后程开始能够持续压制对手，有机会起身到起身位，漂亮！这边李亚转出来，转得非常快，先拖出来了一条腿，又是一个。好的，手抽出来，想要地面锤击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在半防的位置。 持续的前顶，把对手脚抽出来了，对，毕德利亚去顶到龙王边有机会出来啊！是。对，毕德利亚在地面上的能力也非常的强悍，连续的给锤击，漂亮，重。想要起身，但是荣主把他往外挤。对，这边有起乘的这个机会。对，看看左腿能不能切过来。毕德利亚进半防，先控住对手一条腿。 推头想要去做手臂三角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手搭住，不要给，不要让他过腿，不要过腿，不要让他过腿，对，看能不能把自己给转过来啊！这边过去了，我们看是这个手臂三角没有完全的这个锁住啊，完全锁死。好的，现在调整了一下这个把位，把胯停下来了。是，但现在腿被对手夹住了，对，依然没有放弃了这个把位。 对，依然没有把这个空间给炸死。有一个下夹，50秒钟，给一波锤击，要锁西十字固。好，直接站直了腿。好的，双方第1回合比赛结束。
我觉得荣主在第一回合如果按照他的想法是这样打，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就是前半程我现在可以和你打一打战力，进入到中后半程的时候，我马上把你抱单腿往地面带，然后持续的给你一个压制，先抢下第一回合。对，在那次非常突如其来的爆摔之后啊，我们看到荣主的话。还是很好的控制了比赛的局势，没错。一上来啊，龙珠做好防守，是连续让对手进攻。对，而皮特利亚给的这2波连续的组合拳，也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心理上的优势。是想要去破防，但是没有成功啊。啊，也仅限于心理上了，因为基本上都被荣主挡到了。对。Round 2，好的，双方第2回合的比赛开始。看看荣主第2回合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啊？是，双方第2回合一上来，感觉剑拔弩张的气势没有了，都是想往自己的打法和比赛节奏当中去进了。前刺，这边直接要下压抱腿，这次防摔做得很好。这边要做断头，哦，这个断头很紧啊，拿得很深。我们看。哦，在持续的发力，还在发力，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给裁判比了一个大拇指，对，但是你得想办法调出来，调出来啊，别让对手持续的去压榨空间。对，让把自己的胯往上顶一顶，给自己创造呼吸的这个空间啊。对，皮特利亚拿到这个位置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，还是要把对手往上关，两个腿搭扣，往下压胯。对，教练组也在喊荣主啊，先去拆把位啊，别着急着比手势。裁判是能够看清楚你的这个情况的啊，没错，出来了啊，果然出来了啊，这个位置也是消耗了毕德利亚非常多的这个手臂肌肉的耐力啊。没错，我们看毕德利亚头上瞬间暴汗，是。对，的确，这是压住这样的断头，毕德利亚一定不会轻易想要放的啊。好，来到半防，然后荣主现在摁住对手，然后给锤击，往下砸。我们看这边看荣主会不会去到这个起身的位置啊？对手的这个腿关的不是很牢啊。没错，但是另外右腿是被对手控制住，看能不能抽腿切过来到齐乘，控制荣主的一条手臂。毕德利亚在下位依然非常的顽强。好的。膝盖有机会切过去，对，给锤击。对于毕德利亚来说，其实他在下位的时候并不是一位很弱的选手，在下位能力依旧很强。从一侧去，想要转到半防，是好的，直接过腿了，过腿到侧压。这个位置又有齐乘的机会，切过去了，想要给齐乘。到齐乘位，打击我们看，毕德利亚抓紧时间靠拢网要做起，荣主把他给转出来，不给他做起的机会。好的，这边是想要起桥，但是荣主啊骑得很牢固啊。没错，大腿的这个腿围啊，大家能够看出来。没错，连续杀，荣主仿佛一个牛仔一样啊，不慌不忙。往上去挂腿，想要把荣主给绊下来。荣主现在还是在很从容的找空间、找机会。对，毕德利亚还是要估一下对手啊。哦，架击地面锤击，我们看这几下都打得很结实啊。对，不能让对手打得这么轻易啊，毕德利亚。起桥，一下，包把你翻起来。这个位置做起桥不大好做，因为旗的位置很高，已经到了胸口的位置了。对，这个位置起桥的确不大好起。我转连续的地面砸，我们看这边毕德利亚好不容易把这个防守放到了这个半防。对，往上要挂腿。毕德利亚仍然在想去布置自己的下身位的战术。这边再次起乘，齐乘位。对于荣主来讲，
这段时间过得还是非常的从容。1分钟，继续。对，找空间，好的，找准了给砸击。是。哦，双峰贯耳啊！对，双拳齐下。起球把它往下拉。对，这个时候毕德利亚还是要把即便是到了这样的齐成位啊，如果你没有太多的能力可以逃脱的话，还是要把对手往自己的内身来拉一拉，不要给对手击打的空间。想要做十字固，对，手穿过去了，但是放弃了，放弃了。对，这个位置即便手穿过去，腿也不好过来啊。是连续的地面锤，我们看好的做下行。对于彼得利亚来讲，这段时间的确过得是非常的困难啊。哦，又是一拳。是。喂，这边转身十字固，十字固，这手啊已经出来了，对，荣主的这个要转三角，转三角往下搭，最后几秒钟了。这边要转十字固，时间有没有？手臂没有拿到，虽然已经拿到了，但是并没有掰正十字固的把位啊。我们看到，即便被对手在骑乘和压制外带了大半个回合，但是起来之后，这个毕德利亚依旧是冲劲十足啊，显得有点恼啊。是没错啊，连续的被对手做这样的骑乘，而且打得这么从容，我相信是谁都咽不下这口气。对，看看第三回合会不会反扑啊？这边想要爆，但是毕德利亚这次防得不错，然后直接要做断头，下位拿断头。哎，这个断头啊就是不够深，你看他脖子后面还是暴露出了很大的一个空间。没错。好的，那短暂的局间休息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3回合的比赛。本节目由瑞普恩赞助播出，母乳是最好的亲乳奶粉，选瑞恩。Round 3，好的，双方第3回合的比赛啊，两个人也算是越打越惺惺相惜啊。然后继续上来，我看彼得利亚对自己在拳上的输出还是非常的有威胁，所以在站立的时候还是要多去打一打，向上撩踢。看看这一回合荣主会不会多打一些这个站立。对，其实，在前2回合整个地面过程当中，荣主还是抢下不少的优势。又是一个前刺，你看准了做，不要乱。给一个前刺。彼得利亚在前2回合防守中消耗了很多的体能啊，现在已经开始中喘了。前摆，退得很快啊，荣主。好的，后手拳，是彼得利亚这个进攻啊，应该打得再自信一点。没错，可以上下结合。是，也可以多出一出腿。哎，彼得利亚选择抱摔，被对手压了下去。是，这个下潜略微有点慢啊。起来，站起来。挥手，把他的手。对，现在荣主把自己身体的重量往彼得利亚身上压。这边荣主想要做断头，是，但是对手这个压得很紧，想要去勾腿、推头、抽腿。这个对手你看荣主的胯侧的很远，所以彼得利亚很难去把对手腿啊给抱回来。抱回来，没错。在这个位置还是有空去打一打肋部。荣主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压平了。是，这个位置去抄对手的腿。彼得利亚现在是半起身，下蹲去抄荣主的腿，但是这个位置想把荣主给拉过来不大好拉，后撤得很远。彼得利亚的这个战术有点可惜啊，就是自己抱摔没有成功，反而是被对手给持续压制了，果然进地面了。再压到侧面，是，来到侧身位，还要去骑车，又到骑车位啊，对。要往龙网边去走，对，继续在这个位置打起来还是很顺手的。哦，漂亮！这一拳重。好的，再打，这个位置
因为背后是龙网啊，逃不开啊，只能拿手去打。对，护住头部这个位置有机会直接打停对手。是，而且在侧身位起桥也不是太容易。啊，金明基老师已经喊了，要反击。对，继续转，连续的砸击。啊，依然到了第2回合中后程的状态啊。这个位置，我们看比德利亚有没有机会把对手的腿给塞回去。没错，荣主依然是拿了一个非常好的，或者说很顺手的起乘的把位。这几次地面推击啊，都是打得很重啊。是。比德利亚还是力量很大。连续的地面打击，我们看是，还有机会出来。对，往侧身来转，比德利亚现在也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连续的砸，我们看，这两腿都很重，漂亮哦。这个位置对于荣主来讲，打起来还是非常的顺手。继续在起乘位。比德利亚想要逃出这个骑乘的把位也不是很容易啊。对，连续打击，我们看。继续打击，我们看是这个位置。荣主也不着急拿自己的进攻输出。好的，再来地面打击，我们看。稳打。这个位置，裁判提醒要回击啊。是。果然，在连续给了3个警告以后啊，金明基老师发现比德利亚还是没有太多的回击。对，荣主呢，在这个骑乘位置，因为骑了很长的时间，进行连续的这个砸击，所以对于这个比德利亚来说啊，裁判为了出于保护他的原因，所以是很长时间还是不想让他再挨太多这种我们说无谓的重击啊。好，那我们要恭喜荣主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胜利啊！确实，在这个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没错，荣主也是最终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胜利，恭喜荣主！这又是一场精彩的轻量级金腰带的卫冕战。其实对于挑战者毕德利亚来说，本场比赛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，尤其是第一局一上来在面对2018赛季 MVP 荣主的时候丝毫不逊色，但是进入到第2、第3局之后呢，便稍显后劲儿不足了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本场比赛进行至第3局4分16秒时，红方 T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祝贺荣主成功卫冕轻量级的金腰带，有请武林风总导演、制片人于雷先生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副会长兼康复风